北京时间8点半，爱健康公益健康讲座正式开始。欢迎所有爱健康的会员以及每一位拥有健康管理需求的伙伴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晚上我特别荣幸能够再次担任咱们爱健康国际医学顾问包医生分享会的主持人。首先，还是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先有请包医生和屏幕前的伙伴们打声招呼。包医生。好，屏幕前的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周二晚8点半啊，我们又见面了。我是包医生。好的，感谢包医生的亲切问候。接下来我也做个自我介绍，我是青子，来自辽宁大连，是一名中医从业者，同时也是爱健康的创业家。最初我是为了帮母亲调理血压问题，接触到了我们的爱健康，没想到不仅让妈妈的高血压状态回归平稳，肠胃变得舒畅，我的免疫力也跟着提升了。产品的功效让我下定决心爱心分享，既为大家传递健康，也为自己积累福报，铺设长远的收入管道。特别庆幸，作为一名00后，我能赶上健康管理的风口，分享高科技带来的资本红利。所以我笃定扎根在爱健康事业，希望和大家一起守住身体健康，实现财富自由。那聊完自己的心里话，咱们聚焦今天晚上的核心话题。中国人常说民以食为天，膳食模式是影响国民健康的关键因素。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营养方案，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重点讨论的内容。那接下来重磅嘉宾登场，他就是拥有18年军医经验、副主任医师及健康管理师、心理咨询师等多重身份于一身的咱们爱健康国际医学顾问包医生。话不多说，我们把话筒交给包医生，掌声有请他带来分享主题：中美膳食指南对对碰。欢迎包医生。好，谢谢主持人的介绍。我们进入到今天晚上的分享话题。最近呢，2025到2030年的美国人膳食指南在2025年的1月7号正式发布了。那这一次的膳食指南的发布啊，可以说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次的膳食指南对于以往的膳食指南进行了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以前呢，我们讲这个膳食宝塔呢，都是这个尖儿朝上啊，底儿在下面，宽的在下面。而这一次美国的膳食指南呢，把这个宝塔倒过来了。具体啊，美国人是什么样的反应？说实话，我不知道。但是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国内啊大众和自媒体的反应。有的人说这个金字塔被彻底颠倒了，也有的人说是震动世界、颠覆过往啊，更有的说是倒反天罡啊，说8条核心炸裂的变化等等，还有的说我们的一日三餐彻底被改写了。这些反应呢，都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自媒体啊，也反映了一部分了解到这个变化的人的这样的一些想法。那到底这一次的美国人的膳食指南发生了哪些变化呢？和我们中国的膳食指南又有什么样的异同点呢？我们今天晚上啊，就来一起看一看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美国人膳食指南它的核心内容。核心内容呢，可以用1、2、4来代表哈。一呢，就是一个关键词，叫真正的食物，叫 real food 啊。那真正的食物是啥意思呢？就是要吃真正的食物，而且是呢接近天然状态的完整的食物。举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吃鱼我们中国人是喜欢把这个鱼清蒸一下，这个呢就是属于叫吃真正的食物，它没有过度的加工
那如果说我把这个鱼啊，这个加工成这个鱼肉的这个火腿肠我把它加工成这个鱼的风味的什么这个脆片把它加工成这个鱼干等等，那这些呢就是属于叫精加工的这样的一个食物了。当然这也是一个例子还包括其他的等等。那这一次的核心思想就是要回归到吃真正的食物，避免吃那些叫超精细加工的食物这是一个关键词。第二个呢，就是2大核心理念。这2个核心理念呢，一个叫重塑饮食结构。为什么要重塑饮食结构就原来我们看到美国，包括我们去美国也会看到特别多的人都是比较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相关的慢性病呢也比较多。究其原因呢研究发现说跟原来的美国人的这个饮食结构还是有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所以现在呢要重塑这种饮食结构，叫强调优质蛋白质和天然脂肪的摄入，同时呢把原来的那些精致的碳水化合物，比如说糕点等等这些包括汉堡把它呢请下餐桌替换成全谷物。这是第一个核心理念。第二个核心理念呢叫简单与回归。那所谓的简单与回归呢，就是原来它都是用那种餐盘式等等来表示我们的饮食结构是什么样的。那这一次呢又回归到经典的食物金字塔的这样的一个结构。那这个结构呢虽然说是倒过来了尖朝下了，但是不得不说这样的一个食物金字塔的结构，它作为一个视觉的工具确实是非常抓眼球。尤其是原来我们看惯了上尖下宽的这样的这个金字塔，现在倒过来之后容易引起更多人的关注这叫简单和回归。同时呢它有4项的核心行动建议。那这4项核心建议呢包括优先选择动物蛋白，它把每天每公斤体重摄入的蛋白质的量提高到 1.2 到 1.6 克。原来是多少呢？原来是 0.8 克左右，也就是说基本上是增加了1倍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摄入的推荐量，并且呢明确指出来要优先从肉禽鱼蛋奶当中来获取蛋白质这个呢跟原来呢是对于这种红肉，所谓的红肉呢就是牛羊肉猪肉原来呢是叫尽量少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现在呢没有明确说少吃了，而是呢明确说从肉类当中来获得也就是颠覆了过去几十年美国人对红肉的这种谨慎的态度。第二个核心建议呢叫拥抱全脂乳制品与天然脂肪。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这个国人咱们中国人呢也开始呢叫不吃猪大油为什么呢？因为那是饱和脂肪。那这个观点从哪儿来的呢？其实就是从西方营养学来的，从美国来的。那这个天然脂肪里边实际上就是大多数呢都是这种叫做饱和脂肪。除了猪大油之外呢还包括牛油、黄油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叫动物脂肪。以前呢这些动物脂肪呢是叫尽量少吃的。那这一次的行动指南里边呢就明确表明了把这个黄油、牛油这些动物脂肪的列为可以接受的烹饪用油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这个呢也是相当于把原来的那种天然脂肪，尤其是动物油脂进行了一个平反。那你看我们中国人呢原来其实以前我们吃的更多的就是猪油猪油吃的是多的，植物油吃的是少的。那现在呢差不多都在吃植物油，很少吃猪大油。那这一次美国的这个膳食指南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我想
可能会对后续的我们的这个膳食指南也会产生一些影响啊。第3个行动建议就是严格避免超加工食品。什么是超加工食品呢？就是过度加工的啊。这个食品呢，一般来讲，我们讲，当我们看不到食材原来样子的时候，一般我们就管它叫做这个超加工食品啊。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些食物，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食材原来长什么样，那这些食物呢，都属于叫超加工的啊。第4个建议呢，就是在家烹饪，尝试发酵。这啥意思呢？就是鼓励在家庭里边自己做着吃啊，减少到外面去吃。然后呢，泡菜呀、酸奶呀等等这些发酵的食品呢，以前是不推荐的啊，现在呢也成为健康饮食的一部分来推荐了，以此呢来促进肠道健康。那这些发酵食品的特点呢，就是它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这个益生菌。这个从另外一个层面上也显示出来这一次的膳食指南它对于益生菌的这样的一个重视，就是这样的一个关键词、2个核心理念和4项核心的行动建议也有的人把它叫做什么这个8条等等，但核心的就是这些。这个呢就引起了一个轩然大波，因为跟原来的真的是不一样的，变化还是挺多的。那这种情况也有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国人呢，中国居民也开始动了心思了，就是哎呀，你看还是美国的这个变化都非常好这个给我们的这个饮食提出了一个新的这个指导的方向我们就按照这个吃等等那实际上呢，我们国家每隔几年呢也会发布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2016年是发了一版，然后6年之后，2022年又发了一版。2022年的时候呢，我曾经是给我们做过一期关于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这样的一个分析解读后续呢，在一些这个公共的营养学的公益分享上呢，也多次做过这个那今天呢，我们把国内的，我们把这个我们国家的中国居民的膳食指南然后呢，我们来看一看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最新的版本是2022年的版本如果在线上我们发现了一些什么20、23、24、25的版本，那个都不是官方的中国营养学会的最新的版本是2022版本。这个里边呢，一共是8条准则。第一个呢叫食物多样合理搭配，这个里边就提到了平均每天要摄入12种以上的食物，每周25种以上，要合理搭配，而且明确提出来叫坚持谷类为主的平衡膳食模式。为什么坚持谷类为主呢？这个是跟东方人的这个消化结构、饮食结构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是以谷类为主的平衡膳食模式。这里边提到的谷类食物呢，摄入每天是200到300克，其中呢全谷物和杂豆类是50到150克，薯类呢是50到100克，既有全谷物、杂豆类、薯类，还有呢通常我们所说的这个大米、白面这一类的，也包括在这个里边，都属于谷类的食物每天是这么多。一会儿呢我们会有一个比较，大家把这个数字稍微记一下。第2个准则呢叫吃动平衡健康体重这个里边就是强调了除了吃之外，我们应该如何去进行运动比如说每天6000步以上每个礼拜累计150分钟以上的中等强度活动等等这些呢是关于运动的。第3个呢叫多吃蔬果、奶类、全谷、大豆。这个里边提出来呢，蔬菜吃多少呢？每天不少于300克，注意叫不少于300克，也就是说下限是300克，那你上限多吃一点当然更好。其中深色蔬菜占1/2，然后水果呢是要天天吃水果，
每天摄入的量是多少呢？是200到350克新鲜水果，而果汁不能替代鲜果啊。还有呢，就是奶制品，奶制品呢每天的摄入量是300毫升以上的液态奶。注意啊，这里边没有提是全脂的还是脱脂的啊。这一块呢，我们默认呢，直接就是全脂的啊。这里还有这个全谷物、大豆制品等等，这是第3个准则。第4个准则呢，叫适量吃鱼、禽蛋、瘦肉。这里边呢，摄入的量每天是120到200克。那这块实际上就主要就是动物蛋白类，每天120到200克。然后每周最好吃2次以上的鱼。然后呢，蛋类呢300到350克，禽肉类是300到500克啊，这是每周啊摄入的量。少吃深加工的肉制品，比如说什么香肠这个熏肉等等这一类的都属于深加工的啊。鸡蛋呢提出来叫吃鸡蛋不弃蛋黄啊，吃鸡蛋要把蛋黄一起吃。然后优先选择鱼，少吃肥肉、烟熏、腌制的肉制品啊，这是第4个准则。第5个准则呢叫少盐少油啊，控糖限酒。这里头盐、油这个我们都知道了啊，盐是5克，油呢是25到30克，糖这块呢限制是每天不超过50克，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25克以下。这一次美国的居民膳食指南呢，控制的是10克以下啊，比这个更要严苛啊。还有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这个和美国膳食指南这一次的说法基本上一致的，包括酒的限制等等，都是差不多的啊。第6个呢，就是规律进餐，足量饮水啊。这里边规律进餐，比如说一日3餐定时定量不漏啊，每天要吃早餐，尤其强调了要吃早餐。然后呢，这个里边每天的饮水量，这个不少于多少呢？男性每天1700毫升，女性呢每天1500毫升。然后推荐喝白水或者是茶水，少喝或者不喝含糖的饮料啊，不能用饮料代替白水啊，这个是第6个准则哈。第7个准则呢叫会烹会选会看标签。那所谓的会烹会选，其实就是我们要选择好的食材，要自己做同时呢，如果是买这个预包装食品的时候，要学会看食品的标签啊。第8个呢叫公筷分餐，杜绝浪费啊。这个呢，因为2022年的时候大家知道正好是这个新冠的这个疫情的期间所以这个时候呢分餐就再次被强调化的这种提出来，以减少这种交叉的感染也有一些我们这个用餐上的一些这个规则性的东西这个出来了。这8个准则我们现在回头看，大家会发现，其实这8个准则呢，它跟美国居民新出的这一版《美国居民膳食指南》呢，是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重合的地方，当然也有一些差别如果把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把它放到一张图里边，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那这个宝塔呢，大家会看到底下是宽的，吃的多的放到底下，吃的少的放到上头是这样的一个结构。那这个呢，跟我们看跟开头的这个美国的这个新出的这个宝塔，它的形状是反的是反的。下面呢，这个是全谷物，大家看全谷的量就是它推荐的并不多，然后上面呢，蛋白质的量增加了，显著增加了。那我们呢是以谷类为主谷物呢占整个这个宝塔当中是最多的谷薯类全谷物杂豆薯类等等加到一起是最多的然后是蔬菜、禽蛋油盐是这样的一个规则那如果说我们能够更好的来把握如何来饮食的话我个人感觉
中国的这个居民平衡膳食宝塔可能能更直观一些。那美国的那个呢，它做的呢这种倒置的形状，还是它比较吸睛啊，它看起来呢，哎，就让人很抓眼球的这种感觉。但是呢，它的这种实用性呢，比我们这个呢要稍差一点啊，是我个人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和感觉啊。那我们来看一看中美新版的膳食指南它的一个核心对比啊。那这个核心对比里头，核心理念，美国的膳食指南提出吃真正的食物，而我们呢叫膳食的8准则，是平衡膳食的。我们这个平衡膳食，每一个里边的这种平衡性掌握的都是非常好的。蛋白质这一块呢，美国的膳食指南它增加了增加到 1.2 到 1.6 克每公斤体重。那我们呢，中国居民平衡指南里边呢，每天呢是120到200克。比如说我们呢一天一个成年人，比如说他如果是这个100公斤体重，200斤的大胖子啊，200斤体重呢，如果是按照美国的标准呢，吃多少蛋白质呢？就100公斤的人大概吃这个120克到160克的这个蛋白质。那我们国内呢，那你要是这个100公斤的这个体重的人的话，他就要吃到上限是会吃到200克。所以这个量来讲呢，就跟美国的这个增加到的这个量基本上也都是差不多的基本上是差不多的，还是呢，甚至呢比美国的那个量呢还要稍微多那么一点点还要多一点点。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个我们这个还是很有这种前瞻性的那推荐的乳制品跟动物油脂这儿呢，我们是喝液态奶300毫升以上这块呢没有叫强调是全脂或脱脂，但是呢我们平时都是说喝的是全脂的这里边对于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现在呢对于动物油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我们期待的后续能有一个这个跟进动物油的这一块。然后还有呢一些核心建议方面呢，他说要避免超加工的食品。那我们这块呢实际上叫没有说避免超加工食品，但是也讲了叫会烹会选。会烹会选什么？你得自己在家里做呀这个呢就避免了这种，也是一样避免了这种超加工的食品，差不多了。那呈现形式上刚才讲了这个宝塔呀虽然不一样，但是呈现形式呢叫各有千秋吧各有千秋。关于碳水这一块的建议呢美国的新版它的建议呢是每天这个字不好意思让我搞反了美国的呢这个是全谷物每日2到4份，这个每日2到4份是啥概念呢？它这个1份大概呢就是半碗，就是我们说那个1碗米饭大概是半碗是1份。那每天呢2到4份，就相当于这个全谷物呢每天是1到2碗，1到2碗的全谷物它是这个量。那我们国内呢这个每天的谷类的食物呢是200到300克，这个200到300克呀它就正好是属于什么呢？属于这个叫是比较符合我们国内的这个饮食结构的。它的量大概是多少呢？大概是3碗到4碗，就总共一天，比如说按照这个米饭来计量的话，大概是3碗到4碗。也就是说，我们国内的这个谷物的建议的摄入量呢，是美国谷物摄入量的1倍1倍这样的一个水平。那1倍的这个水平呢我们现在呢如果说按照这种营养的计算的话它实际上是更符合我们国内的这种标准的虽然比美国的高但是呢我们的饮食结构是这样所以呢如果按照我们的这种叫全谷物杂豆类加薯类这些量来吃的话，我们每天这种精米精面的量大概就是每天1碗大米饭，1碗大米饭或者1碗大米饭等量的这个精细的面的制品。
剩下的就是要用这个全谷物和薯类来补充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量。那通过这样的一个核心对比啊，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如何来选择。说这个我们都了解了之后，我们要怎么办啊？第一点呢，就是美国的新本的指南呢，它是基于美国的现状，因为美国人呢现在73%的成年人体重是超标的，36%的儿童有青少年的肥胖，38%的12到19岁的青少年处于糖尿病的前期，这个数是非常可怕的。38%的这种糖尿病前期，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我们国内中老年人的这个糖尿病的水平。所以这个现状对于美国来说，它是非常严峻的。所以它这一次的调整里边严格控了糖，然后第一次提出来吃全谷物，以前是没有的啊。所以这个也是对于美国来讲，它现在的这个现状来做出的决定。第二个呢，从这里边我们会看到，我们的版本呢比美国的版本是早了2年多。那这个里头呈现出来的呢，我们这个版本是更具前瞻性的，也是更适合我们国人的体质的。那第三个呢，就是美国新版膳食指南当中可借鉴的部分，其实还是有的啊，比如说这种超加工，避免超加工的食品全脂的乳制品和天然脂肪的证明等等这些呢是可以借鉴的，但是我们不必全盘拿来第四个，因为这一次的美国的新版的膳食指南里边，它对营养素也提了一嘴没有着重说，但是提了一嘴就是说尽量呢以天然的食物来替代营养素。这里边呢可能会对什么呢？对第一代和第二代营养素补充剂为主的保健品行业产生影响。比如说单纯补充维生素的，单纯补充这种矿物质的、蛋白粉的等等这一类的保健品，如果按照这个新版的指南的话，就是需要用天然的食品来替代这部分。所以呢，对第一代、第二代营养素为主的这种保健品呢，会产生一些影响预计的那哪些公司在做第一代、第二代营养素这个为主呢？我们之前呢在讲这个一些课程的时候大体上是给大家提过的今天呢就不再赘述了所以呢，从这个综合来看，那美国它的这种每5年它是每5年发布一次这个新版的这种膳食指南那这一次呢，这5年就2025年到2030年的这个期间它的这个指南呢，是跟美国现在的整个人的情况，包括它的医疗卫生的情况等等，都是有密切关系的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新的。在美国来讲，它跟之前版本的这种变化，也可以说是变化是非常大的如果是在美国的朋友可以反馈一下这个美国人对于这种新版的膳食指南，他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有没有什么这个一些这个观点这个可以分享的，可以呢我们在这个微信群里边呢，或者在哪里大家一起来共享一下好，那今天呢关于中美膳食指南对碰的分享呢我们就到这里让我们进入到后面的答疑的环节，我把麦克风交给主持人。好的，首先感谢鲍医生的科普分享。今天晚上聚焦在中美膳食指南的碰撞，与融合，我们也看清了两国膳食模式的差异，读懂了食物金字塔的迭代逻辑。那核心呢，还是要用适配自己的方式来重塑饮食的结构，健康饮食落到3餐。相信大家对怎么吃才健康心里也有数了。那也祝各位能够吃得舒心，身体康健。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进入到产品答疑环节，按照评论区提问的这个顺序逐一解答。让我来看一看，第一个问题是来自王东丽的问题。
男43岁，包医生这边和您同步吗？稍等啊，我翻上去看一下。啊，是的，嗯，好，43岁的男性，尿酸高、血糖高，有浅表性胃炎、胃痉挛，还没有使用产品，想要请问鲍医生，适合吃爱健康哪款的产品？能否调节的好？多长时间见效？好，43岁啊，尿酸高、血糖高。我们讲尿酸高呢，一般情况下它不容易单独出现啊，或者是跟血糖高，或者是跟血脂高是伴行的，因为它都是属于我们细胞代谢的问题。那现在呢，有这两高之外呢，还有浅表性胃炎、胃痉挛等等啊，还没有使用产品。问，怎么样调节能更好，多长时间能见效？首先呢，这种情况一般我们就建议43岁这么多问题的话，就建议均衡加强方案就可以了。均衡加强方案呢，要用足量，然后呢，这里边就是尿酸高、血糖高，它的时间的问题啊。不同的人、不同的这种体质状态呢，它产生效果的时间不一样。就拿这个尿酸高来举例子啊，有的人很快，大概几个星期，就可以出现比较明显的这种效果，尿酸就可以下来。但也有的人呢，需要的时间长啊，可能2个月、3个月，甚至5个月、6个月，然后呢，尿酸才能趋于平稳。也有个别的人呢，即便用了 M，用了我们的这个嗯产品，它尿酸呢也不一定就能完全的降下来。比如原来这个600，然后降到500多，原来500降到400多，但是呢没有办法降到叫这个我们的这个标准值以下，个别是有这样的情况的啊。那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尿酸高啊，它产生的原因有很多种，其中呢跟 AAT 加减少相关的原因呢，那我们这个呢效果就很好。不是的那这种情况下呢，它产生的这种影响啊就会有限。所以以往呢，我在跟很多的这个尿酸高的朋友在分享的时候，我们讲，如果用了产品，用了我们的爱健康的产品呢，它整体上尿酸降的非常理想，那就最好了。那么坚持这个量要用够啊，坚持用好，我们就可以不用这个降尿酸的药，因为降尿酸的药呢，即便是现在副作用很小的，它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叫产生副作用的危险哈，尤其是时间越长，这种危险性呢就会越大。那如果说尿酸一直高，这个时候我们讲叫该用降尿酸的，比如说用菲布斯他，该用要用的。NMN 跟菲布斯他的联合呢，它是可以减少菲布斯他的这种副作用，同时呢，让菲布斯他对我们身体这个降尿酸的作用呢是可以得到这个发挥的啊。在这种情况下，对我们来讲哈，就是尿酸能降下去，减少尿酸对我们身体的这种副反应是更重要的。所以他说多长时间能见效呢？包括血糖其实也一样啊，血糖这种代谢类的问题，靠营养素的调整，相对来说时间都会长一点，大概3到6个月的时间。然后呢，个别的反应比较快的，1、2周可能就有反应，然后个别的反应慢的，可能6个月以上也不行，还需要药物来进行配合哈。那就是这种情况就是这样啊，所以我建议呢，用均衡加强方案，然后呢，定期呢来监测一下尿酸的情况，呃，基本上一个小的细胞修复周期3到6个月的时间是可以看到一些效果的。好，下一个。22岁男性，平时血压高、心跳快，那在服用2粒 NMN 后，出现了血压升高、心跳加快，甚至晕厥的情况。想要知道为什么吃了 NMN 后会导致血压上升这么快？也想请问一下包医生，该怎样搭配产品？嗯。
这个22岁啊，血压就高，心跳就快，那这种情况其实是很少见的，因为这么年轻，血压呢一般来说相对来说血管的弹性啊各方面都是很好的，很少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他这么年轻就出现了血压高、心跳快，那就要考虑是不是，比如说有一些先天性的循环系统的问题啊，或者是呢这个极度不良的这种生活习惯呢，或者有一些这个其他的器质性的疾病啊等等，这些情况可能都是有的。那有这些情况的基础呢，他可能就会对 NM 比较敏感。比较敏感呢，就会导致这个血压一下子上来了，心跳快了。另外，也有可能跟这个呃强烈的这种心理预期、心理作用可能也有关系。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们要考虑，如果说吃2粒就有这么大的反应的话，我们可以尝试减量啊，比如说先吃1粒看一看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然后逐渐的来平稳来增加哈。如果说吃1粒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可能就是它因为这些基础的问题导致它对氨温是有一个特殊的敏感性，那可能就一段时间是不适合来吃这个氨温的。那可以考虑呢，比如说先用免疫王来调节，平衡一下我们的身体，然后再后续呢再来考虑是不是尝试用氨温，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吧。好，下一个。32岁的男性患有乙状结肠癌，并转移到了肝脏，肝脏多发包块，最大是目前呢已经服用我们的产品 NMN 4粒、免疫王4粒、巨噬防御王2粒，已经吃了10天了。那医院准备开始化疗，想要咨询一下，化疗期间还能不能正常服用我们的产品？嗯，首先呢，先说答案啊。这个化疗期间呢，用爱健康的产品是非常好的，尤其是 AMN，因为呢，也有研究发现呢，AMN 是可以减少化疗带来的一些副反应的。我们都知道啊，化疗带来的副反应还是比较重的哈。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化疗期间可以正常吃啊。这个里头呢，化疗期间哪一个这个可以停一停呢？就是这个免疫王，免疫王在化疗期间可以停一下因为免疫王里边呢，一方面来说它有这个白藜芦醇呢，那化疗期间呢会不会产生一些这个类似于这个虚血倾向的这个副反应啊？这个也不好说，所以呢，免疫王先停掉。NMN 呢也是要吃的话呢，吃单方的，这个期间不要吃复方的应该就可以啊。这个巨噬王呢，在这个化疗期间呢，也可以先停一停最好就是单方的 MN 在这个期间，吃4粒、5粒这个都可以的1000毫克我觉得完全 OK 哈，也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这个特殊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好，下一个。74岁的男性刚刚做完支架手术，想要请问鲍医生，能吃爱健康产品吗？应该如何搭配？嗯，刚刚做完支架手术可以用可以用。那用什么样的产品合适呢？第一个呢，单方的 AMN 因为这个刚做完支架，医生一定会让他吃抗凝药的，比如说这个阿司匹林呐、华法林呐等等这些常规都是要用的。而这个时候呢，如果是吃复方的 MN 呢，就会叠加这个作用，所以吃单方的 MN 是 OK 的70多岁这个量呢，我建议呢每天可以吃3到4粒的 NMN 加上1粒多维多矿泡成片，能吃到4粒更好。4粒呢800毫克加上多维多矿的300毫克，1100毫克。哎，这个总体上对他来说我觉得也是很好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好，下一个。10岁的女性有遗传性的气管炎，
到了冬天，嗓子不舒服，吃咸食的时候嗓子也会不舒服，偶尔呢还会吐黄痰、咳嗽。那肺部检查显示是炎症，每天吃2粒 NM 已经持续了1个半月，肩痛和胃恶心的情况都有改善。现在下单了清肺王，想请问一下包医生，让您指导一下它的具体使用方法、用法用量。嗯，那现在呢，吃了1个半月的安眠之后，有很多这个改善的情况啊，这个还是不错的啊。如果说吃了1个半月，他这个2个肩膀疼，现在能达到不疼的程度啊，也有可能说呢，他这个肩膀疼，一方面来说有这个慢性炎症反应，也有可能是牵涉痛引起的。但是反映出来的是什么呢？实际上我们整个的内脏也是有一些这个改善的哈。那现在呢，清肺王因为有呼吸道的问题嘛，清肺王可以用的。清肺王第1个月最多可以吃到每天4粒，随餐吃。一般建议呢，早餐或者午餐的时候随餐吃。第2个月开始呢，就是每天2粒就够了，随餐吃就行了。这是清肺王哈。其他的呢，每天2粒安门，我建议再加上1个多维度矿泡腾片，对于他来说会更好。好，下一个。6岁的男性，脑梗，没有肢体不便的问题，但是出现了流口水。住院发现有2.3厘米的垂体肿瘤。这位患者已经开始服用爱健康的产品，吃了10来天。早上2粒单方的 NMN，2粒巨噬王，中午2粒单方 NMN，2粒心脏王，下午1粒多维多矿泡腾片，晚上2粒单方的 NMN 以及2粒的巨噬防御王。想请问一下包医生，这样吃法是否正确？吃这些对他的垂体瘤有帮助吗？医生说脑梗死不会要他的命，但是如果垂体瘤一旦出血，就可能危及生命，所以请包医生进行一下指导。嗯，从这个描述的情况来看呢，应该是梗死的范围不大，所以医生会说梗死不会给他带来这个，目前看不会给他带来生命危险。确实啊，垂体瘤如果是出血的话，那应该是会很大。那他这个垂体瘤可能一方面来讲是血供比较丰富，再有一个呢，也可能是这个垂体瘤呢跟血管是长到一起了所以呢才会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担心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来说年龄大了，病呢又很重，这种病很重专科治疗是不能停的，即便是保守治疗，比如说专科的检查呀等等这些呢，还是要进行的有一个专科的医疗的保障。安健康的产品呢，现在相当于是每天4粒的单方 MN，2个巨噬王，2个心脏王，1个多维多矿，晚上还有2个单方的那这样晚上的这2个单方的 MN 呢，我建议把它平衡到早上和中午去，晚上不要吃了。那就是早上可以放到3颗，中午放到3颗，晚上别吃了。晚上的2粒巨噬王直接停掉巨噬王呢，早上有那2粒就够了，巨噬王每天2粒就够了，其他的呢，暂时可以不用变暂时可以不用变。心脏王，心脏王这一块呢，现在看总体这个情况呢，吃心脏王也是问题不大的，问题不大。心脏王它对我们的心血管系统还是比较有好处的，尤其是对这个梗塞有好处，但是呢，它又没有出血的风险所以总体上来说，心脏王是可以来用的呃，按这个方案来吧。好，下一个。16岁的女性，肋骨骨折，肺部有结节，以及陈旧性的胸椎异常密度影，
腹腔肿瘤性的病变，还有肝内多发囊性病变、胆囊底部斑变状高动脉考虑胆囊腺肌症。他从2025年4月起，每天服用4粒 NMN 以及各2粒的巨噬王和清肺王、免疫王。想要咨询一下包医生，患者在这期间同时还接受了中医治疗8个月，但是肿瘤的变化不大。想要请问如何调整爱健康产品的使用方式？嗯，56岁，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多的哈。肋骨的、肺的、结的，然后呢，还有这个胸椎的异常、腹部的异常啊等等啊，这么多。那这些异常加起来，大家能看到哈。如果是到医院去这个诊断的话，那可能诊断的名字都会一大排哈，一大排。那这种情况呢，从25年的4月份开始用这个方案呢，现在看总体来说还是 OK 的。呃，缺一个多维多抗泡溶片啊。那这个方案说用了8个月，肿瘤变化不大。那我想，如果是在这样的一个这么多问题的情况下，8个月的时间肿瘤能达到变化不大，我觉得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啊。如果说能按照这样的方案持续下去，肿瘤一直变化不大，那我们就赢了，我们就胜利了啊。这个呢叫变化不大，也许就是最好的变化啊。所以按照现在这个方案呢，我建议是可以继续用的啊。其中呢，加一个多维多矿更好。然后清肺王啊，如果说呼吸道的问题没有什么呃问题了，呼吸道咳痰喘啊什么都没有，都很顺畅，清肺王是可以这个间歇性的用啊，停一停是可以的啊。巨噬王、免疫王都可以正常用啊。好，下一个。4岁的女孩子睡眠不好、焦虑，还没有使用过我们的产品，想请问包医生如何搭配，用法用量有何建议？年龄小啊，只有14岁。14岁呢，那应该是初中哈。出现的这种睡眠不好、焦虑的情况。这种情况呢，一方面来说，如果是能有相应的这种心理治疗啊，比如说心理咨询呐、等等啊，应该用的还是可以用的，用一些这样的一个方法啊。然后呢，如果是想用这个爱健康的产品呢，毕竟年轻，可以考虑啊，每天半片儿的，看体重吧。如果是体重比较小的，可以每天呢一片儿这个青春泉泡腾片和半片儿的多维多矿交替着来啊。说今天是一片儿多维多矿，今天是一片儿青春泉，明天是半片儿多维多矿啊，就这个交替来。如果是体重轻的话呢，就半片儿青春泉和半片儿多维多矿交替来啊，这样的来使用。使用的时间呢，我们建议呢就是3个月左右。如果这3个月时间用下来，哎，感觉有改善，整体很好，那就可以再接着用啊。如果说这3个月一点改善也没有啊，其他的改善也没有，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先停掉了，就先不用了啊。好，下一个。7岁的女士，郑小姐，她有神经自律失常症前期，目前是靠药物控制，偶尔会呼吸困难，服用单方的安氨酰胶囊近半年，后来又喝了2个多月的咖啡，每天4条，达到了减肥的效果，已经减了10几斤了。但是呢，出现了神经自律症后期的症状，疲劳啊、焦虑啊、心慌啊，等等。然后呢，想要请问一下包医生，现在这种情况是否需要停用咖啡，只吃 NMN 胶囊，还是有其他的搭配？想要请您指导一下。这种情况呢，第一个呢，我建议可以尝试
把咖啡停掉看一看，把咖啡停掉呢，看一看这些症状会不会逐渐的缓解或者消失。如果是，那就说明啥呢？说明跟这个咖啡用量有关系，那我们就减量，或者干脆就停掉。如果把咖啡停了，这些东西还有，该有还有，那这种时候呢，就说明跟咖啡没关系。但是有一点是基本是可以明确的，这个跟 NMN 是没关系的。那他只是吃2粒单方 NMN 胶囊快半年的时间，这个时候需要加什么呢？需要加1粒多维度抗疱疹片。神经系统的问题和 B 族维生素的关系其实还是很密切的。另外呢，吃了半年时间 NMN 也应该加多维度抗疱疹片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倒建议可以加多维度抗疱疹片咖啡呢，减量或者停一段时间看一看，观察观察。好，下一个。16岁的男性，在2025年12月29号确诊了鼻咽鳞状细胞癌，伴随了颈部淋巴结继发恶性的肿瘤。那接受了化疗、免疫治疗，还有放疗定位等治疗。想要咨询一下包医生，如果服用爱健康的产品，需要哪些产品？怎样搭配更好？嗯。这个鼻咽癌，然后呢，做了很多的这种，应该还是比较先进的治疗的方案哈，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没说治疗的效果怎么样，那这种情况下呢，爱健康的产品当然是可以用的，建议的用法呢就是均衡加强方案加上2粒巨噬防御网均衡加强方案，早上2粒免疫王，2粒 MN，中午2粒 MN，下午呢1个多维多疱疹片。巨噬防御王可以放到中午用巨噬防御王是餐后半小时来用用这个方案吧。好，下一个。45岁的女性患有2期慢性肾炎，吃了很长时间的中药了，肾小球过滤78，小便不是特别好，上厕所的频率比较高。昨天刚开始吃 NMN 和免疫王各1粒，想请问鲍医生该怎么吃才更有利于身体恢复？吃爱健康的产品会不会给肾脏带来负担？嗯。从现在这个情况看呢，我没太听明白叫不好上小便是啥意思这要不就是上厕所频率高，上厕所频率高是不是有尿路感染呢？一般，肾脏的问题如果没有比如说膀胱的刺激症状没有尿路感染呢，它跟上厕所的频率关系不大的。那如果说这个，呃，嗯。尿量 OK 的话，尿量可以的话，那可能呢对他来说还是好事。现在呢是慢性肾炎的2期，2期呢总体上来说，还可以还不是特别严重的这种时候。吃爱健康的产品呢，对他现在这种状况肯定是有好处的。而且爱健康的产品也没有会给肾脏带来负担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尤其是 MN 这个有研究显示，总体的这种肝肾的这个损伤是没有发现的所以呢可以放心来用。具体的方案呢，我建议呢就是用均衡加强方案，然后 NMN 呢建议用单方的 NMN 这种情况均衡加强方案。好，下一个。14岁的女性有家族高血压的情况在吃降压药。那吃我们的产品已经3年了，一般都是2粒到4粒，后来加量到6粒，出现了眼睛流泪的情况，容易眼睛干涩，鼻孔也会有点干。量降回4粒之后有改善，但是还是会有不自觉流泪的情况。那喝咖啡发现眼睛会有点糊，所以暂时不敢喝，就服用4粒 NMN。
还是比较适合自己的。那他想请教一下包医生，这样的情况产品要怎么调整，怎么使用和搭配比较合适？嗯，如果说这个四粒他自己感觉很好的话，那我觉得就用到四粒。然后呢，呃，需要搭配的话，最需要搭配的还是多益多矿泡腾片啊。多益多矿泡腾片呢，你像他已经吃了3年了，吃了3年呢，那这个时候是太需要这个多益多矿泡腾片了。跟咖啡呢，如果说这个调整调整能适应这喜欢喝咖啡这种情况，喝是可以的。眼睛有点糊，一般这个还真跟喝咖啡不一定有关系。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一种我们讲这个叫巧合呀，或者是心理作用可能还是有关系的。一般没有这方面的反应也没有见过类似的案例。所以呢，我建议呢，NMN 继续用四粒，不需要加多益多矿，可以加一片，一天加一片。咖啡看自己的情况，适应了就能喝就喝，不适应还跟原来一样，那就不喝。好，下一个。45岁的男性，空腹血糖12.5，吃了阿尔甲双胍后降至6，服药5年了。目前呢，还没有使用过我们爱健康的产品，想要咨询一下包医生，他这种情况怎么样搭配，更好的来调理身体？嗯，45岁空腹血糖还是有点高的。如果是吃二甲双胍能降到6，那相对来说还可以二甲双胍可以持续吃。唯一呢就是吃这个二甲双胍尽量选择好一点的这个品牌纯净一点的这个就可以可以继续吃二甲双胍，相对来说呢，比较安全副作用呢也小继续用没有用过爱健康的产品的话呢，可以45岁这个年龄段加上这种情况呢，可以先从均衡加强方案用起。用这个方案的时候呢，二甲双胍要继续吃，先不要停。如果说用了这个方案，这个血糖稳定了之后，可以尝试比如说二甲双胍逐渐的减量看一看。如果说减量了，整体还都挺好，那就可以适当的来减量呃，重点我觉得还是45岁这个年龄段吧，重点还是要关注我们身体的一些变化。45岁对于男性来说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这个年龄段35岁、45岁这都是比较敏感的这个年龄段。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除了血糖之外，我们整个身体的状况还是需要这些这个我们的 IMN 系列的这种产品呢，来给身体带来一个抗衰老的这样的一些帮助的用均衡加强方案吧。如果后续都很稳定了，也可以从均衡加强方案调整到均衡方案。好，下一个。6岁的男性患有慢性肾功能不全、尿毒症、高钾血症、高磷血症、肾性贫血、代谢性酸中毒、高血压3级、高血压性心脏病、心功能不全、低血糖，而且已经血液透析2年了。想请包医生指导一下这位患者如何使用爱健康产品。36岁很年轻，问题也很多但是呢，因为已经透析了，爱健康的产品呢，只能用单方的 MN，其他的产品都不能用单方 MN 呢可以用到四粒可以早2午2然后呢，用一段时间之后，自己去补一点儿这个 B 族维生素多益多矿里边呢还有这个钾，钠、钾都有这个透析的病人他对于这个离子还是比较敏感的，多益多矿也不能用，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只能用单方的 M，好，下一个。34岁的女性，
因为颈椎压迫引起脑供血不足，导致脑梗，还伴有椎间盘突出、胆固醇偏高，等问题，准备吃 NMN 和心脏王，想要请教一下包医生，吃我们的 NMN 能调理好吗？有没有什么副作用？那现在吃上 NMN 和心脏王的同时，还在吃中药调理，还需要吃营养神经的西药吗？医院开的甲磺酸贝塔斯汀和甲磺酸二氢麦角碱缓释片吃了半个月了，还需不需要继续吃？吃 NMN 加心脏王1周，如果吃药，吃哪种药，搭配哪些产品来更好？嗯，先来说第二个问题啊，吃上 IML 和心脏王了，那些中药啊，还有营养品呢，这些都怎么办？包括医院的药物来怎么办啊？那这个呢，就是是不是停药减药，是跟我们吃的这个 AMN 的这些产品其实没关系的，主要还是跟什么有关呢？跟我们身体的状况、症状有关系。如果说原来的这些症状都有啊，那这个时候该用的这个药还是要用的。那能不能停是要跟专科的医生来沟通啊，它跟吃我们这些营养素没有直接关系。那如果说吃了我们的营养素之后呢，整体的状况变好了，整体的症状缓解了等等，这个时候呢，医生说那这都挺好的了，这药可以停了。那这个药停了也是因为症状好了才停的，不是说因为我们吃上安眠、吃上心脏完了就停的，还是两回事儿啊。它跟中药调理呢也是一样的道理，它跟中药调理呢，第一它不冲突，包括现在这个营养神经的西药啊，这些药等等，它不冲突。第二呢，就是这个如果说怕有影响的话，就中间分开半个小时以上来吃相对来说就可以了。这是第二个问题，先说先说清楚。那这个 NMN 能调理好吗？这个呢，如果是颈椎的压迫颈椎的压迫引起了这个脑供血不足那颈椎的什么压迫引起的？是颈椎间盘突出引起的，还是椎间孔变窄引起的？等等都不一样这个总体上来说呢，这块儿想靠我们的这个 MN 把这些压迫性的问题给它解决掉，这个是还是非常有难度的，我也不建议去做这样的一个考量。但是呢，如果说这个颈椎它压迫的同时呢，还有一些无菌性的炎性反应的话，那我们这个产品对这种无菌性炎性反应还是会有一些帮助的。再有呢，就是对于血管，就是压迫了，压迫解除之后血管的修复等等，那这种时候呢，我们的这个产品系列对它也都会有帮助这里边也包括啥呢？包括这里边就是已经产生的这种脑梗导致的神经损伤后续的神经修复代偿的这种可能性。那总体上来讲，对于我们这个产品对于 NMN 对于它这种修复也是会有一些帮助的也是会有一些帮助的。具体到药物吃什么药，怎么搭配，这种时候呢，呃还是要参考专科医生的建议我们在这儿是没有办法来帮你开药的营养素的建议呢，刚才已经提完了是可以的这个里边呢，我建议也是要加上一个多维度矿泡成片，一片多维度矿泡成片这个呢一起来用。再加上 NMN 心脏王，这个总体来说还是 OK 的。34岁很年轻，身体修复的这种可能性比年龄大的还是要多一些的还是有机会的。好，下一个。10岁女性的问题，她在2025年11月6日的检查显示，甲状腺球蛋白抗体以及过氧化物酶抗体的指标偏高，甲状腺双侧叶有结节，左侧较大的是8×5×4毫米，右侧较大的是17×15×14毫米。
检查提示疑似桥本氏病、桥本结节，想请包医生指导一下如何使用产品。你别说啊，最近呢，甲状腺这个桥本氏病、桥本氏炎的、甲状腺炎的这样的咨询呢，还真遇到了好几个。一个呢，叫中中老年，相对来说是高发期啊，但是呢，现在也有一个年轻化的趋势。最年轻的20多岁啊，20多岁得了这个桥本氏病了。那这个里头呢，它一方面来说桥本氏病啊，一方面来说跟什么有关呢？跟我们身体的这种免疫有关啊。呃，按照之前呢，我们这个遇到过的案例来讲，NMN 和免疫王的这个组合效果还是可以的。但是有一个啥问题呢？因为这个桥本氏病呢，它本身除了它自己的这种引起的这种变化之外，它还可能比如说进一步的引起其他的问题，包括甲亢啊等等这样的问题，也有可能会诱发可能会出现。所以这个时候呢，有这个病出来之后呢，必要的干预的这种专科治疗该做要做。方案的话呢，我建议这个50岁这样的情况，建议用均衡加强方案。这个均衡加强方案里边，第一个月的免疫王的加倍一定要做好啊，就是免疫王一定要给它足够的量啊，不然的话呢，这种免疫的调节啊，恐怕就做不到位啊。所以免疫王该用的要用到量啊，然后呢，定期去做复查定期复查也很重要。好，下一个。好，4岁的小女孩患有1型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出现3多1少的症状，入院血糖是49。那她的自身抗体是中，但是有很多阳性的指标，这是否是其他的免疫性疾病问题？那现在呢，在重庆儿科医院风湿免疫科怀疑是基因问题，糖易感基因。想要请教一下包医生，用什么方法可以改善？想推荐一下有没有对孩子没有损害的方案治疗，有没有自愈的可能？一个呀，孩子年龄太小了；第二呢，现在看相对来说是比较明确的一型糖尿病一型糖尿病呢，而且是很重，所以这个时候胰岛素肯定是要用的胰岛素有这个可能用的时间可能就会，如果没有什么新的技术性的突破的话，大概这个胰岛素就会终身用需要终身用。如果现在呢能用上胰岛素用上胰岛素，总体上呢这个血糖能够这个很平稳，后面呢逐渐的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呢，就会逐渐的会减少。另外呢，一型糖尿病本身呢也有一些一型糖尿病产生的原因，就跟我们身体的这种自身免疫是有关系的。自身免疫有关系导致的这个胰岛细胞损伤，然后导致胰岛素分泌这个不足，干脆还有的干脆就不分泌胰岛素的都有那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是成年人这个时候就用免疫王用 MN 也可能是有机会的，但孩子现在年龄太小，免疫王不能推荐，NMN 呢，呃。实在没有其他别的办法的情况下，想试一试的话，自己同意想试一试，可以呢，每天半片清纯全报。